细读《红楼梦》，我们能发现，不仅荣国府内部有一套完整的经济制度，荣国府外部社会也有一个经济体系。迎来送往、收礼还礼是当时权贵阶层的重要的日常生活。人们通过经济来往来维系社会关系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情网络。然而，与荣国府内缺乏法治监督相对的，是整个社会的法治监督也存在着巨大的漏洞。纵观书中前80回的几个案子，无一不是黑白颠倒、公正丧失、强者被包庇、弱智受欺压。这一切都让我们怀疑，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真正的法治？当时的政府职能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发挥？书中出现的第一个大案便是薛蟠为了买香菱而打死冯渊一案。这是一个当街行凶打人、故意杀人案，情节上来讲十分恶劣。而从原告的陈词我们得知，死者家属已经告了1年的状了，竟然无人做主，可见此案拖延已久，没人敢管。而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官员正是金陵应天府贾雨村。我们都知道，贾雨村因为做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师，护送林黛玉进贾府，这才和贾政攀上了关系。贾政因看他是个读书人，十分喜欢，于是为他谋了应天府的官职。而贾雨村初入金陵官场就接到这样的大案，还不熟悉其中的潜规则，一听此案不禁大怒。岂有这样放屁的事？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再拿不来的。然而一旁的门子却悄悄阻止贾雨村发签拿人，并私下告知了贾雨村行凶者薛蟠与贾府的关系，并给贾雨村看了一张护官符，上面记录的是金陵本地最有权势的4大家族，即贾史王薛4家。门子还说，贾府对贾雨村有恩自不必说，且如果得罪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没法做，且连命都将没了。贾雨村一听便明白了，又询问门子该如何了断此案，最后还是按照门子的主意，要薛家赔了冯家一些银子，胡乱地结了此案。而与此案同时带出的，还有涉及香菱的诱拐儿童一案，也成了一笔糊涂案子。贾雨村深受香菱父亲甄士隐的恩情，却不能为香菱做主，元凶拐子仍然继续逍遥法外。这样的执法官员还有什么公正道义可言？而在第15回，王熙凤弄权铁剑4一事，为了3000两银子的贿赂，王熙凤就能够使用权势干涉张金戈与守备之子的婚姻关系，害死了2条人命。且王熙凤不仅能摆平案子，还有能力制造案子。当王熙凤听说贾琏偷娶了尤二姐后，想了一个计谋，便要加奴旺儿唆使张华来告贾琏，想要逼退尤二姐。此事张华不敢告，当地督察院也不敢管，王熙凤硬是玩弄手段，告成了此事，还以此为由头大闹宁国府，狠狠地羞辱了尤氏和贾蓉一番。而贾琏的父亲贾赦更是没有底线，他因看上了石呆子的几把古扇，唆使贾琏多次讨要，石呆子却多少钱都不卖。最后还是贾雨村出来设了个法子，讹石呆子拖欠官银，拿他到衙门里去，说所欠官银，变卖家产赔补，把这扇子抄了来。这些案子都在向我们展示，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下，贾府这样的家族豪强可以随意地干涉地方执政，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法治可言，执法机构完全沦为了权力的鹰爪，助纣为虐，欺压良善，毫无公平正义可言。这样的社会是善良的平民百姓的地狱，是邪恶贪婪、犯罪滋生的温床。《红楼梦》所描绘的主体仍然是荣国府内部以及大观园的故事，涉及府外的章节非常少。而中国古代的另一部人情小说《金瓶梅》则更鲜活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欲望和罪恶的社会图景。在金瓶梅的世界里，一切向前看齐，向权看齐。西门庆靠着娶老婆做生意发了财，又通过拉关系搞贿赂，一路巴结到了太师蔡京。
最后顺利做了官，成了山东首富。西门庆曾放下豪言，咱闻那西天佛祖，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，阴司十殿，也要些纸钱营求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，就使强奸了嫦娥，和奸了织女，拐了许飞琼。到了西王母的女儿，也不减我泼天富贵。这段话当然是暴发户的狂言，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。而西门庆式的男人仍然是中国社会许多成功人士的缩影。而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社会混乱、公序良俗的缺失呢？一方面，统治者在思想层面利用儒家思想深刻地改造了普通大众，使他们顺服于权力，顺从于阶级秩序。另一方面，统治者实际上利用法家思想来驾驭民众，严苛的律法使得人人自危，百姓疲于奔命，难以形成合力来反抗。这样的社会被史学家称为儒皮法古。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，法治思想难以在古代中国实行，政府执法机构沦为了权力的帮凶，成了豪强贵胄欺压善良百姓的工具。因此，在中国古代，我们能看到高高在上的皇族，能看到贪污腐败的官员，能看到横行霸道的豪强，也能看到受尽欺辱的底层民众，唯独看不到公平、正义、法治。在中国有一个类型片做得非常成功，享誉世界，那便是武侠片。这类影片里往往有一些大侠，他们身怀绝世武功，飞檐走壁，武艺超群，同时又心怀天下，能够体察民间疾苦。于是他们便在百姓被豪强欺辱的时刻站出来，法外执法，除强扶弱，惩恶扬善，匡扶人间正义。这些侠客往往在事成之后选择萧然远去，不留功与名。正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正义和法治，于是便幻想出一个个侠士，法外执法，为他们伸冤报仇，伸张正义。可以说，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，恰恰是因为现实中并没有侠客一般的人物，也没有真正的公平法治可言，